他总是想一出是一出，从我们认识开始，每天都是一出新的戏。我那些事情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可是他总是误解我呀。我真的是要被他逼疯了，如果他一直这样，我真的是受不了了。这个家总得有一个人来规划，我全心全意为这个家付出，难道还是我错了吗？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徐先生25岁，来自湖南安检员；范女士25岁，来自湖南化妆师。欢迎两位哈，你咋了那么紧张？主持人，我们生活之间存在一点分歧。你别那么紧张好吧，放松嘛。是安检他的时候认识的？没有，我们是在大学里面认识的，我们都是在台湾上的大学，然后我们也都是来自长沙同乡。哦，你们在宝岛开始的恋爱是吗？对，那时候我大一，她大三啊。在学校里面的时候，我觉得她是一个性格特别好的女孩子，善解人意，然后也不虚荣。她的这个好的性格就是吸引了我，符合我的择偶观。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聊着聊着就在一起了啊。这个不是挺好的吗？为什么来这儿啊？但是在我们相处的一段时间，有一天她突然给我发手机信息，她说她要跟我分手。我当时一听我就觉得不知道她什么意思，我们相处的那么好，也没有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，她为什么要跟我说分手？主持人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们寒假的时候就一起回长沙，那会儿我们就生活的挺开心的嘛，就天天一起，也打工呀，也一起约会。但是后来我逐渐意识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我大4那个学期需要留在长沙打工，但是他是需要回台湾那边完成学业。我们是异地恋嘛，我就觉得我不愿意接受异地恋，因为现在许多异地恋的情侣都很痛苦，并且分手嘛，所以我想说，长痛不如短痛，那还不如先分手。你好理性啊！你谈着试试嘛，不行再分嘛。现在年轻人好像特别害怕那个未知的困难，就事情还没来，先给自己先做了一个防御了。因为我特别没有安全感，我很怕那种感觉，就是天天他不在我身边嘛，就只能通过手机联络。那后来呢？然后后来他二话没说就把我全部都拉黑了。然后我们有半年没有联系，在这半年里面，我有想过要跟他复合，我也挺想他的，我就想找一个机会，然后再去跟他好好聊聊。但不料有一天，他自己主动加了我，他说他想要跟我谈一谈，所以我就抓住了这个机会，然后聊着聊着我们就要复合了，这挺好，挺好。但是在复合里面，相处一段时间，然后他跟我讲，他说他要跟我结婚了，不是，要结婚了？对啊，你这半年受了什么刺激？孩子先要分手，分完手以后折腾折腾就要跟人结婚，你怎么了，孩子？因为我们复合那2、3个月是挺开心的，因为也是属于异地恋。我跟他开心是开心，但是不免有另外一种担心，就是说我不知道他哪一天可能就会消失了，因为我可能确实是很没有安全感嘛，就特别怕，所以我想说尽早能够结婚，有一个保障嘛，这样我不用每天患得患失这样子，所以我就提出要结婚。那你咋回应他呢？然后娶还是不娶啊？然后他当时这么跟我讲，我是因为毫无任何准备，我也没有马上答应他，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毕业，我也还没有工作，但是他一直很执着，然后我就去跟我的家里人去跟交流，因为我家人本来是见过他，对他印象也不错，他家里也见过我，所以我看到我们双方家长的支持，加上我跟他关系也不错，所以我就答应了，跟他结了这个婚。但我原本以为，然后我们就是说在暑假的时候，那你们俩可不是男女朋友了？对，夫妻了。你们俩是夫妻，对不对？对。对。啊，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。有一次假期，我从学校回到家里的时候，我也跟我的一个好哥们说了，说我结婚了。我好哥们一听，就是比较祝贺我，然后说想见一见他。那天我就有跟他说，他说他知道了，但是我万万没想到，就在我去见我哥们的前几天，他却又有一个想法，他说他想要到云南去旅游。我当时是因为他好不容易才回来嘛，所以我想在这个短期的假期能够让我们有2个人独处的一个机会。然后呢，刚好我在网上有看到有一个特价的旅游团嘛，然后我想说趁这几天的时间能够跟他一起2个人单独的来一次蜜月旅行。我上次有没有跟你说，我说我要带你去见我的一个哥们，我也跟你说了，你也没有拒绝，你突然间又跟我说你要去旅游，你这样我等于放了他的鸽子，你知道吗？我你为什么总是想一出是一出呢？
不，我不认为我是想一出是一出，因为我是一个有规划的人。你哥们儿什么时候见都可以嘛，寒假暑假都行，我们可以拿几天去陪他好好玩。然后我就想说，趁这几天时间能够给我们两个一个独处的机会，也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我完全是为我们两个着想，你为什么永远认为我是想一出是一出，好像我天天都是在荒唐的闹剧一样的？因为你不提前跟我讲清楚，总是变来变。因为那天是突发情况，是突然看到的，而且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嘛。然后那一次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我不去，我就拒绝了他。我原本以为他就是跟我讲一讲气话算了，但没想到第二天他自己还真去了。那我当然要去啊，对吧？因为我已经做了这个决定，而且机票也都订了。那你不跟我去的话，那我就只能自己去。而且我当时也没有耽误他继续去见他哥们儿，我觉得没有什么错呀。然后自打那回以后，他有一天他又打电话给我，他说他在网上阅读看了一篇文章，那篇文章的内容叫做早睡早起可以延长寿命。然后他就跟我说，要求我跟他一起每天都要很早的起床。对，那我也是为你身体着想，因为他当时身体比较疲惫嘛，然后他也不懂得爱惜自己的身体，经常熬夜。因为他是假期嘛，所以我们当时在长沙是并没有住在一起的那一小段时间。我熬夜是我故意熬夜嘛？那次我找了一个兼职，我那个兼职需要加班，需要熬夜，我也跟你说。我知道，我理解。但是你让我早上那么早起来，我达不到。多早啊？6、7点那会我就必须得起来。因为我真的是为你着想，因为我觉得说早上6、7点起来，对吧？然后你累的话，你可以说你先吃个早饭，或者是可以空腹喝一杯温开水，然后你再睡觉，这样子的话比较好。如果你做不到会怎样？因为我们都在长沙，没有住在一起。他有一次打电话，他先是打给了我，因为我结了婚为什么还不住在一起？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房子，那时候。对，那时候长沙刚开始没有房子。然后他先打了个电话，他给我，因为那天我困了，我没接到，然后他就打电话就给了我父母，让我好尴尬，那天很没面子。那我这样子，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尴尬的，对吧？我们两个都已经结婚了，那我只是打给你父母去关心你。那你睡觉没有听到我的打电话，那我肯定要去问一下你父母你的有没有睡觉的情况呀，对吧？早上有没有起来？那如果没有起来，可以喊你起来，然后就是让你吃个早餐，说不定你中午的时候也可以再补会睡眠嘛，对吧？这个不重要了。我现在听明白，就是在这段关系当中，一直是女生起到一个主导的作用，并且经常突发奇想，然后你就开始配合，对吧？还有什么突发奇想啊？然后就后面假期过完，我就回到学校里面了。等于我们虽然也结了婚，但是我们还是开始异地恋。然后就是过一段时间，他冒出个想法，他说他想到深圳那边去找个工作。因为当时我在长沙的工作并不是很好，就是说那个薪资待遇方面都。你学什么专业？形象设计。为未来做规划嘛，我就很想去。然后他那天他有跟我商量，然后因为我还没有毕业，所以我觉得他先去深圳那边找个工作也没什么不好的，我也没反对所以他就去了然后等我正式毕业之后，他跟我说想要我跟他一起在深圳找工作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我想在长沙，我想在老家工作一段时间，等攒了薪水以后我再过来，但是他就是不同意，一定要我去深圳。我想结束这段异地恋，所以我就想为我们两个找一个最好的打拼的城市，能够在那边定居。我那次我不是不想去，我说我工作一段时间我再来，我又不是跟我说我不来，你干嘛总是要强迫我呢？去没去啊？最后我去了，然后我到深圳以后，我本来是想找一份跟我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，然后他就跟我说要我去当警察。你的专业是传媒。我是特别想他当警察嘛，因为我比较缺乏安全感，所以我想说他当了警察也可以保护我，然后他但是我不学这个专业的，我也没上过警校，我也不懂这个行业。你要我选择一个我自己根本专业不对口的，那等于来说不适合我。所以你后来去了哪儿了？你说。最后给我找了个地铁安检队长的工作，然后我面试了以后，我面试也通过了。我一想这面试过了的话也算是个机会，所以我就接受了这个工作，然后我就做了1个月，然后1个月以后。他又冒出一个想法，他说他想要出国留学。因为我觉得他之前对我给他找的行业他不满意，专业不对口。那现在我也是为他着想，我看到有一个好的发展机会，就是刚好是传媒类的，所以我就想说让他去国外进修一下，就是说不定他做了他自己喜欢的事情，然后他回国可以找一个更好的工作。那我同时我自己也可以去国外进修一下化妆，说不定回国以后也有更好的发展。所以我也是一直在做规划。可是你永远都觉得我是想一出是一出，我就不懂为什么。真的，我都是一直在为你的事情关心操心呀。自从那次以后，他的意见很执着，然后他每天几乎都会买一些资料回来，要求我跟他一起看。然后同时呢，他要我去跟他上语言班，
啊，最后我没办法，我就去了。那段时间我是每天上班，下了班以后就跟他去看资料。后来是不是因为疫？疫情的原因没走成啊？对。对，没有去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们就没去成。然后我就跟他讲，我说那既然我们在深圳这边都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了，那在这边做那也没什么是不对的啊。但是我没想到，又经过一段时间，他又来了一个想法，他又说他想要孩子了。因为我认为说，那我们的计划都没有达成，因为一些现实的原因走不了，那我们在国内就要有一些规划，对吧？因为那时候我们也已经结婚1年多了，那要孩子也没有什么不对。一个是因为说，女生到就是太晚生孩子，可能是高龄产妇。是。第二个可能说你生太晚了，可能生出来的孩子质量也没那么好。我也没说要到很晚，我只是说等个也一段时间，等攒了钱以后再生啊。可是你永远都是说一段时间，我都不知道你一段时间是1年、2年、3年、5年。这孩子生了吗？没有，他不同意啊。然后他要生孩子以后，他就要我跟他去采取备孕措施，然后他要我跟他去医院去体检，那肯定要去抽血提前做准备啊。然后我就去了，然后我们到医院检查以后，医生说我们抽血没问题，我们身体都挺健康的，就是说要早睡早起，不要熬夜，不要碰那些烟酒之类的。医生这么讲完以后，他要给我制定一个计划，要求我必须每天早上跟他起来，也是要晨跑。很早就要起来，因为第一个就是说运动方面你要加强身体的机能，然后饮食方面我也会给你制定一套食谱，那这些也都是不单单是备孕，你自己做这些也会对你的身体也有好处，因为你根本就不懂得爱惜自己的身体。我加班加点的话，我没时间，我说了等我休假的时候再跟你去，这有什么吗？我知道你要我天天这么跑，万一我在岗位上我睡觉的话，那我不被骂死去？你这不叫我出丑吗？还有就是有一次我们公司同事聚餐，在一家火锅店，他呢知道以后他要跟我一起去，但是他给我一个规定，他说我不能够吃火锅料理，不能够吃涮涮肉，我必须吃他的营养餐。搞得我那天在火锅店里，同事全都在看着我，搞得我好尴尬。因为当时我真的是就是每天竭尽全力为你做那些营养的食谱嘛，所以我希望你真的每天能够按照我的膳食食谱来。我也不希望你天天在外面吃。我吃一次火锅怎么了？我就吃你要备孕的话，我吃一次火锅，这就是不行吗？我希望你严格按照嘛，因为我很看重这件事情。但是我发现你要不就是说口味不对。你这么周密而庞大的一个计划，居然没宝宝啊？还没怀上。没有，他不同意，他觉得我就是非常荒唐，一系列做规划，他都认为我是在好玩似的。我问你啊，这除了不让你吃火锅，然后吃营养餐之外，他还让你干嘛？然后他又给我加了一项，他要我吃保健品，然后我就又吃了以后好几次。我流鼻血了，我在单位里面，我同事都吓到了，也害得我那天差点丢了那个工作，你知道吗？同事全都来问我，那你身体还行不行？还能不能胜任这个工作岗位？那些保健品我是有问过医生，医生说这个是可以吃的，只是量不要太多。那段时间对我来说真的是特别煎熬，就比方说我不能吃火锅，营养品他说我也得吃，保健品我也得吃，然后每天早上还要跟他起早去晨跑，因为我那个。一田安检队长的工作室经常要加班，我每天加班加到凌晨，然后早上又要起来跑晨跑。那段时间我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快要猝死般的感觉。可是我再怎么样，可是就算我有一些方面可能用错了方法，但是我一心都是为你好。你为我好的话，你也要倾听一下我的感受吧。因为我知道你从来都是不同意我呀，你永远都认为我是在讲一出是一出呀。你去跟人家去签协议的时候，都是两方要达成以后才彼此签字的。你这跟我商量是没错，但是我不同意你，你逼着我，你这是不尊重我的感受。因为你天天都认为我是在荒唐，你知道我内心有多难过吗？我觉得他总是想一出是一出，一拍脑门一个想法。我觉得他跟我说要生孩子这件事情，可能是他自己太操之过急了。我觉得现在也不着急，所以我就说不答应要。然后呢，他又给我提一个要求，他说如果我不答应他，从现在开始我都必须睡到客厅去，他就睡在房间里。我当时听，我觉得这倒好不像话，我真的是受不了了。你那会儿怎么就轻易的就结了婚了呢？因为也是我真不觉得你们俩像夫妻，就听到这些事，我觉得荒唐。这就是一个小女生自己在那儿按自己的想法过家家，然后突然跳出来一个男人说：“来，我配合你过家家吧。”你才终于清醒了，是吧？是的，我觉得他想一出是一出。那你没有想到怎么解决吗？所以我今天就是来这个节目，就是想要主持人还有各位，就是你在生活里面想过怎么解决吗？我想过很多，但是我一直没辙。就是说，希望彼此尊重，就不要老用这种强压的方式去。你可以反抗啊！我反抗很多回，但是每次都没用。你这么大人，他能把那个东西塞在你嘴里？他都已经跟我说，我如果不照他的来，他就要我睡客厅了。睡客厅，睡客厅呗。可是这样子不太像夫妻的关系啊。哎，来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
是时候婆婆不应该出场吗？出场了。这婆媳关系不是天下最难的关系，为什么在这段关系里婆婆没有出现呢？你妈呢，孩子？我爸妈是离婚的，现在他没在我身边。你妈也不知道你们现在的情况，所以你来吧，婆婆。哎呀，这个我不来还真不行了啊！来，姑娘，你妈知道你们的情况吗？因为我们平常有一些争吵，我们很少跟家长说，报喜不报忧。所以我觉得呢，你就要调虎离山啊！你就把这个孩子弄到深圳之后，你们双方的父母都无法知道你们的生活状况，也无法掌控你，更没办法干涉你啊！姑娘，我觉得你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？我觉得没有长大的孩子，你反复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实验你的各种想法，然后通过各种的方法来付诸实施，这是很可怕的。他毕竟是一个成年人，是你的爱人，他已经为你妥协了很多，已经为你做了很多。如果再接下去，你还继续用这种想法来控制他，来改变他的话，婆婆不出现，她自己也会把这段关系及时了断的。你觉得你有问题吗？我听到嘉宾老师这么说，我是知道说，所以你们俩的关系其实没有跟别人说过，是吧？对，不太喜欢向别人说我们太多的。你也没有跟别人说过吧？这位没有。这就是最大的问题，你的生活不能被一个人控制了。如果他想控制你是他的错，如果你被控制那是你的错，所以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问题，你也有问题，知道吗？双方一起改变，好吗？好，谢谢群姐，周老师。先看一下这个小范，你不要自己再欺骗自己了。你每一句话都说我规划，你是化妆师啊，你不是规划局上班的，你天天规划，他的人生是需要你来规划的吗？两个人一个家庭，你们的未来是共同创造的，清楚吗？还有这位男士，俗话说得好啊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，你们的状态就是这样。你天天看到他敢怒不敢言，对，你1.8米几的大个子，你还想回到屋里睡，就你这个表现，你早晚睡到屋外头。幸福是靠自己争取来的，你连争取的行为都没有，哪来幸福啊？说的特别好。来听听莎娜老师怎么说。来，姑娘，你每天没别的事儿干了吗？你有自己的工作吗？我问你。当然有自己的工作，只是在闲余时间我会你闲余的时间可真多呢，还制定食谱，早起早睡，那些心思放在工作上一半儿，我觉得你可能就没有这么闲了。因为平常工作时间真的不长，然后就是所以说呀，所以你就是闲的呢。你的为了他的好，然后为了你们未来什么你们共同的心愿等等等等，我告诉你，所有的这些都只是你一个人的所想所为，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你看你让他陪你去深圳，要求跟你结婚，让他去当警察，然后呢要去留学报英语班，然后着急要生孩子。你这么不理解他，这么不尊重他，让他完全按照你的轨迹去生活，你安排的轨迹去生活，那你告诉我，他人生的价值在哪里？你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，你的人生会非常的不幸福。所以过到今天这样，他70%，你30%，你现在就是一个木偶，他提哪儿拽哪儿，然后你就动哪儿。你现在应该做的，真的不是说考虑接下来怎么能到屋里面去睡，你现在应该考虑的是，是不是要逃离这个人的魔掌。你让他改变这种性格很难，所以你自己考虑吧。来，你想生儿子还是女儿来着？都有最好吧。生孩子存了多少钱啊？没有，一直在努力。我觉得就算他说的经济不行，但是其实我觉得不，你不用说但是嘛，我就问你嘛，存了多少钱嘛？没钱生下孩子之后谁带呀？我想的是可以把父母接过来，让他们先带一带，然后等我们工作稳定了，然后我们就接手自己带。你工作还不稳定呢？你认为自己思考过了，其实是没有思考过，你只是幻想过了。
你能理解这里面的区别吗？幻想和思考的区别是什么？幻想是只想好的那一方面，思考讲3件事情，叫3思：思危、思变、思退。比如说你让他吃一样东西，你让他吃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只想到吃了这个东西你身体就变好了，对吧？这不叫思考，这叫幻想，因为你只想到了好的那一方面。真正的思考是什么？如果这个东西吃了之后身体会有负面影响怎么办？这叫思危。如果吃了这个东西你倒下了之后，我的生活该怎么变？思变。如果我们不吃了，那这个事情之后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做？这叫思退，这叫思考。你一直在说规划，你知道承诺、规划和决定3者的区别吗？什么是承诺？比如说他跟你说完他要接待那个朋友，你说好的，这叫承诺。承诺是不可更改的，至少我们会认为承诺更改了，这在道德上是有瑕疵的。哪怕有更大的利益出现，更多的好处出现，我做出了承诺我就不能更改，叫承诺。什么叫规划？规划是可以改的，但目标不改。比如说你说我未来要变得更好，然后说我要去留学，你根本没有想留学和未来变得更好之间的真正的逻辑关系。留学是一条道路，这条道路该怎么走是需要经过思考的。你所有做的事情都是决定而不是规划，你所有的思考都是幻想而不是真正的思考。最后我来解释你的不安全感，你不是不安全感，你那叫焦虑，你内心充满了全部的焦虑。这种焦虑来自于什么？来自于信息的过度摄入。你看你所有经历的那些事情，什么吃这个吃那个，备孕要留学要怎么样，全部都是网上的信息。谁说了一句什么，是不是他是不是都看这种文章？看完之后他马上一个决定就出来了。那些文章在利用你内心的焦虑，然后你幻想了一下之后就去做了决定。所以你真正要做的不是去做什么决定，而是克服内心的焦虑。你看所有的一切，你到最后你说了一句话，只有这一句话是有用的：等我们工作稳定之后。那既然要等工作稳定之后，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不把真正的精力放在工作稳定上？至于你想要让你的妻子不焦虑，你必须要强横起来，就这样。你就应该跟他分开一段时间，你让他自己折腾折腾。干嘛配合呀？每次还配合的特别好。一个年轻的孩子，大学还没有毕业，双方稳定是最好的，情感的稳定，互相的观察和了解，那是最好的。着急结婚是最坏的结果，对吗？在一个城市里去闯荡，抱团取暖是最好的，尊重对方是最好的结果。不是，是你以为对的，你给他做了一个决定。关键你配合呀。你很积极的配合呀，那下次他拍个脑袋说，我觉得对你好的就是我们俩离婚，你离不离？离吗？离吗？行吧，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，我倒觉得你们俩在一起其实也挺好的。你就记一记今天4位老师说的最核心的话，咱长点心。下面时间留给你们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经过嘉宾老师的点评，我确实是觉得自己这一系列可能貌似荒唐的决定，但我想告诉你的是，我心里一定是爱你的。虽然可能在大家看来可能觉得我的爱可能有点就很奇怪怎么样的，但是我想否定的是说我这一切都是想害你，或者是说我这一切都是想整你好玩。我要否定这一点，我一定是爱你的，只是我用我自己的方式在爱你。我听到他们这么说，我是愿意做改变，就是我知道这样子天天让你这样配合我，我觉得确实是感觉我很不对，然后也觉得你非常辛苦。那么在接下来的日子呢，我是确实愿意做一个很大的改变，就是希望你能够考虑一下吧。谢谢2位，请回吧。
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、爱奇艺、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，看看这对年轻人怎么选吧。至少我觉得这个男生应该有点志气，表达一个我要捍卫自己的这个愿望吧。请开门。确实，在这段关系中，我一直在压迫他，然后也是一直没有给他任何的空间。现在我已经完全认识到自己有整个行为都是荒唐的，而且特别错误的。那我就想说，能够让他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因为毕竟我肯定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想伤害他，所以我这些行为，我希望他能够给我一次机会。回去之后好好聊一聊，这个交心吧，一起规划规划吧。来吧，一起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，请见证。来，请亮灯。丫头，慢慢的长大吧。谢谢你们俩，请回。谢谢各位老师。谢谢。